跟你分享第一次轻资产创业就不要踩的4个财务雷坑。就算不创业，更知道股票投资的财报上写的是什么东西。没有碰过会计财务的人更适合看哦。现在一人公司不是梦，我自己也是走在这条路上。记得我们是为了赚钱获利为上，为了拿住那些净利，而不是为了面子冲高营业额。先感谢劳动部的创业课程的启发，让我连上3天的课都还有免费的便当，可以让我更专心听课。第一，尽量不碰这些支出，尤其是大额的装潢费，就是花了200多万装潢你的店面办公室，这笔钱是没办法回收或者是再卖给别人的，只能分摊在每一个月的一个成本里面，而且装潢没办法带走，或者是平移到其他的地点可以再继续用，只要搬迁就是归零。第二个像是长期租约，看每个产业的需要，通常它会搭配装潢，装潢通常是依据你的租约的年限来摊提，租5年就摊5年，但是如果租约太短，或者是中途就是被迫要搬离，那些没有摊提完的金额就要认列损失，就是回不来了。所以签长期租约有些时候是必要的，当然除了让账面上好看，让我们有这时间可以让它回本，当然也要算好自己的一个现金流，离真正获利的时间之前，还可以再支持几个月多少年呢？签了长期租约就像是把自己绑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高成本上面。市场好的时候当然没问题，但是当市场不好的时候，租金就像是每个月都会压在你身上的一个石头。不买大型的设备，能租就租，能外包就外包，像是超高单价的咖啡机、各种机器或者是什么大型器材，等你想要脱手的时候，其实当下很多时候都是时间很赶又很急，通常也只能比较用很低的贱价去卖出，常常就是已经不值什么钱了。固定成本改为变动成本，像是早期的一人公司，每一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面，所有能外包就外包，能租就租，用 AI 订阅制就给它订阅下去，每个月这样子变动的成本。尤其是可以把人事成本从固定变成变动，可能你想要做个官网，就直接 case by case， 能用专案制就直接用专案制，因为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一个淡旺季，这样子我们在淡季的时候也能继续生存下去。第二个，现金流才是命。原来满手订单，生意很好，营业额超高的店家也会倒闭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。这是所谓的黑字倒闭，跟我们之前听那种生意不好的赤字倒闭不一样。很大的原因是受到现金的时间线拉太长，像是在全年上架的一些厂商，东西卖出了以后要隔3个月全年才会拨款给他，而且还是东西卖出后的3个月哦，不是上架后开始算。通常是遇到大客户还是知名的客户比较有资本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当然也比较有能力去谈到更长的一个付款时间，就是票期。然后再加上我们原本就有一些进货，像是各种原料啊，然后原料加工成半成品再到成品，然后终于变成存货，还需要时间去运输，还要把它卖出去。所以其实当营业额越高的时候，这些成本就会越跌越多。除了原料费、供应商的费用、员工薪水，或者是你的仓储运输的费用，还有房租，这些都是要现在付。收到现金的时间可能是3个月之后，或甚至是更久，它才会进来，那就是现金流断裂。账面上看起来是赚钱的，是应收账款，但是你当下就是收不到钱，你的银行账户就是空的，这个就是黑字倒闭。所以我们一人公司的生存法则就是快收钱，慢付款，请客户或者是消费者先付定金，或者是用预购的方式。对供应商呢，就是尽量谈长一点的付款期限，当然尽量是可以做到3赢是最好的。像是我自己是有获利，
然后对我们的客户消费者也是，他们也有获利，同时间你的供应厂商也是有赚钱有获利的，千万不要压死你的供应商，这样子以后没有人要跟你做生意，而且我们这样生意才会做得更长久。对我来说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我可能会先选择数位产品，尽量先不要碰有存货的实体商品，尤其是有效期限很短的东西，可能用钱换来的那些存货，堆放在仓库里面卖不掉，那它可能就是帮你占空间的一个垃圾，因为这些垃圾都还要加上仓储的费用啊，可能真的是用钱来找麻烦。数位产品或者是服务知识类的商品，它不止零库存，它复制出下一个成品的一个成本几乎是趋近于零。那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把精力都放在优化它，一直把它变得更好，而且你的收款是比较更及时的，可能是直接在网络上付款，你的到账时间可能是从几天到几个星期，比较少会可能要到3-4个月以上，可能才是对艺人公司最友善的商业模式。净利才是真实利，卖出去总价是多少，就是营业额。那营业成本就是为了生出这个产品所花掉的钱。假设我要做一个内衣品牌公司的话，像是蕾丝啊，或者是布料啊、凉感布料啊，这些原料，还有找代工厂把它加工的费用，或者是包装它的一些包装费，这些直接跟产品有关的成本就通通都算在这里。扣完了以后，剩下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毛利，就是营业额减掉营业成本等于营业毛利。但这些就是我们的成本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还有营业费用哦，就是为了把这个产品卖出去所需要花掉的钱，像是你的广告费或者是行销费，或者是员工的薪资啊，还有仓储费啊，或者是办公室租金啊、店面租金，或者是你的运费，或甚至是你要保一些财损的一些保险。只要是公司日常运作所需要的费用，不管我卖多少件都要付的，那全部的成本都在这里，所以毛利扣掉这些才是我的营业利益。所以当你做得好忙，订单好多做不完，代表真的有赚钱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可能为了冲业绩，疯狂打折、疯狂促销，表面上你的营业额是真的涨了，没有错，但是你的毛利实在压得太低，所以其实你需要的营业额是远远高过于原本的，甚至还没有过你的损益平衡点，还是没有赚钱。促销做的规模越大，反而亏得越多。或者是疯狂砸广告，租非常贵的店面，在非常厉害知名的一个地段上面，但其实那边的客群根本不是你卖那个东西的受众，然后再加上千万百万的一个装潢费，就直接都跟着那个店面一起走。那高额的营业费当下可能以为这是投资之后会回来，但却没有实质的一个效益回收。所以我们的解法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毛利，像是减少中间商，或者是提升你商品服务的一个价值感，是可以真正解决我们客户或者是消费者的问题，可以帮他解决麻烦。那客户觉得你的东西或者服务是值这个价值的，可以帮他减少麻烦，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是客户想要的，那其实你就根本就不用靠一些折扣来降低你的毛利去跟别人竞争，或者是降低你的一个营业费用。可能是你的仓储地点选在费用比较便宜的地点，可能是在苗栗，然后那边可能也有比较多的一个喜欢时间弹性的钟点人员。那这样子其实你的那个固定成本就可以变成变动成本，或者是你的广告行销可以自己来做，可以抓稳你自己的目标客群，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品牌或者是厂商开始做自媒体。营业利益减掉税才会等于净利。大部分的营业额到一个规模都会碰到营业税，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开发票的那个5%的税，很多人都想避掉，但其实如果想要把生意做得长久，想要把生意做大，该付的税像是发票的营业税就还是要付，因为
想要做大，其实你会需要企业贷款，你的利息才低，你可以取到更廉价的一个资金，帮你做更好的运用，赚钱的速度也会更快。然后这些正规的银行就是需要这些发票，因为这些发票对银行来说就是你的信用资产，它是可以证明从过去到现在你营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，和你也可以证明你的淡旺季啊之类的。所以逃税省小钱，可能反而会让你借不到低利息的资本，反而要跟外面更高的利息去借。而每一个行业遇到的税细节也会不一样，像是代购可能会碰到要加进口税，所以自己都还要针对自己的产业再多加研究，不然可能花了大把的时间跟精力，反而要倒贴还亏钱。最后一个，获利优先，先付给自己钱，可以再多做功课，跟会计师讨论，像是你的月薪跟股利的比例要怎么样调配，节税的效果最好。在每一个集聚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分配，但无论如何都要记得获利都要付给自己，这样子我们才会更专注的想办法活下来，不会觉得账面上好像有钱在一直流动，但其实没有真正的留下来钱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一个你的解决方案带给更多人，也是长期走下的一个基础。你觉得哪一个坑是一定要避开的呢？也欢迎帮我在下面补充哦。我是 Renee，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内容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